一项针对3505名国人的调查显示呢，有179名受访者同时患有抑郁跟焦虑症哦，那年龄呢是介于21到39岁。那另外一项的本地研究显示呢，青少年因为面对抑郁还有焦虑的症状，平均1年缺课24天。那有鉴于此，今天大家了解呢什么是焦虑症，什么原因触发焦虑症？是否和遗传因素有关？中医食疗和穴位按摩有助缓解焦虑。除了服药，还有很多种不同的治疗方式。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哎，大家晚上好，我们继续呢来这个关心大家的心理健康哈。是，再次欢迎呢精神及心理专科医生林文龙，欢迎，欢迎 Jasper 戴雨涵，还有王玉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两位有没有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最糟糕的一次焦虑的经验了？对，我记得那时候我的这个焦虑症刚刚开始复发啊，我娘叫我去楼下买东西，是那时候我是很害怕一个人出门 ，OK， 因为我一直会想说，如果是我一个人出门的话，万一有什么事情我晕倒或者怎么办？但是因为妈叫我去买东西，我妈年纪也大了，是，那我就没办法，就硬着头皮，我跟我自己讲，我可以的，可以了。可是到了那个地方，就是我爸跌倒的那个地方，对，我的视线，我的 visual 已经是整个是灰色的了。后来就没有进去。后来我不行，我打电话995，然后我就住院了。那医生他这样的一种情况是属于比较严重，听起来是比较严重一些的。对啊，那现在有没有比较好？比较好了吗？就是有克服了吗？没有完全，还是没有完全。偶尔我还会有这个 attack。对。那 Jasper。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中2的时候，我们考试的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你的英文不及格，是其他的科目一定要及格，不然你就会留级。所以那时候我的英文也没有很好，看得出，所以我就非常的焦虑，我也很怕。然后我就记得我去英文写作文的考试，我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讲说不行，我一定要及格，一定要及格。考试的卷子就来了，我一翻，哇！我整个头脑就空了，我会的那些英文单词，关键不会了。然后我花了整40分钟，我只写了1行字，然后我整个手就开始在抖，然后我的视线就开始变得很模糊，我整个人就开始在冒冷汗，然后我就很想去厕所，我就举手就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要去厕所。然后那时候讲惨了怎么办？我要留级了，我就在厕所里面待了很久，老师才察觉到不对劲，他才敲门，然后去找我，才发现到说，我有一点不对。你在那边惊慌失措，对，他才送我回家。我想问一下医生，这个算是焦虑还是？焦虑和焦虑症是不一样的。焦虑呢是正常的，可是其实焦虑也有好处，在面临困难、危险或者做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有焦虑的时候，其实警惕性会比较高集中力也会比较多，对，然后可能会帮助我们做一些比较适当的反应。是，那焦虑症就不一样，焦虑症是一个长期时间在不同情景、不同情况下都会有的不能控制的一个担忧或者是紧张，OK 所以这个是会对你的生活、社交能力有些负面的影响。那怎么样才算确诊？先要了解医学上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焦虑症比如说社交恐惧症是恐慌症广场恐惧症等等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只是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简称 GAD， 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根据 DSM-5 确诊焦虑症通常就要符合以下的一些条件OK， 所以第一呢，至少要有6个月的大多数时间都感到过度的焦虑和担忧并且难以控制，而且这个涉及到你生活的各个部分比如说工作健康它还有一些伴随的一些症状，而且我们要有至少3个，比如说你比较易烦躁容易愤怒容易疲惫精力不足还有就是难以集中然后肌肉会紧绷，难以入睡睡不安稳或易醒，然后最后就是坐立不安，然后不能够放松。那其实现在很多青少年也会有这个焦虑症，对不对？对。那他们也是要有3样吗？青少年他们就不需要，他们只要有1个就可以确诊为什么呢？1个因为第一点，他们呈现的那个症状可能会跟成年人不一样，而且他们解释自己的症状以及求救的那个本能其实也没有那么高。那我想了解，当初你是什么情况下才
知道说自己其实应该要去找个医生协助？我原本是先去看我的妇产科，因为我们已经是成为朋友了，是，所以我就有跟他聊起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你去看一下我朋友。那从那边开始，我才去见了这个 psychiatrist。我们通常是会有一个 no wrong door policy， 就是说，不管你去看家庭医生也好，什么医生妇产科医生也好，就算是辅导员也好，对，至少去看一个专业人士，让他们给你提供更好的一个建议，对不对？对。那有人说了，这个焦虑症是因为自主神经失调引起的，这个是合理吗？我们其实也不大清楚，就是说到底那个病因在哪里。可是确实跟自主神经应该有关系。这自主神经呢，就包括我们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是帮助我们的那个无意识的功能，比如说你的心跳啊、呼吸啊、消化等等啦。所以在焦虑患者当中呢，他们表现出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活跃。然后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心跳加速，他们刚刚讲到喘不过气啊，肌肉紧绷、出汗，然后消化问题啊，作呕啊、恶心啊、肚子痛啊、腹泻等等啊。那这样子，它是不是跟抑郁症一样，是因为大脑的某种化学物质不平衡而导致这样子的？对，讲得很对。抑郁症跟焦虑症本身都是神经抵制失衡造成的，尤其是血清素本身啦。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他们长期有很多的压力。甚至就是好像情感上的创伤，也有一些遗传的因素，比如说家庭成员如果有焦虑症的话，他们可能有4到6倍的这个可能性和风险。同样跟抑郁症他们的那个认知的那个偏差也是会有影响。往往那些比较消极啊，认知模式比较负面啊，比较容易得到焦虑症。那是不是说比较悲观的人就比较容易患上焦虑症？对，他们往往就是压力来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去负荷还是去平衡，然后他们的情绪会比较不稳定，所以这种特质下，他们就比较容易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是不是女人得这个病的那个风险比较高？真的，女人得到这个广泛性焦虑症风险是2倍啊。可能女性真的是比较感性。对不对？所以他们对于情感方面的一些稳定性啊，跟男生可能是会有一点的不同OK， 下一节我们要请中医师出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以中医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焦虑症。是。欢迎，我们再次欢迎陈佩琪中医师呢加入我们这个讨论哈。是，想问一下中医师就是说焦虑症啦，在中医方面有怎样的表现？焦虑症啊，在中医来讲没有焦虑症这样一个病名的。根据焦虑症的一些临床表现呢，我们可以把焦虑症呢归类于我们中医的一些郁症、惊恐、脏躁这个病名。那焦虑症呢，在我们中医来讲呢，也是可以分为6个大的症型。这个6大症型呢，就是肝郁化火型、痰热内扰型、心胆气虚型、心脾两虚型、肝肾阴虚型和心肾不交型。OK， 这6个。心肾不交型就是心跟肾没有办法正常。心肾不交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失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肝郁化火。肝郁化火呢，它就是有一些情绪不宁、烦躁易怒，然后呢很敏感多疑。其实跟抑郁症的症型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对。然后呢还会伴有一些口干口苦啊，还有呢肚子胀、食欲不好或者便秘，还有呢就一个比较常见的是痰热内扰型。痰热内扰型呢，它就是会有一些心烦意乱呐，坐立不安呐，性子很急，会讲很多话，因为他要隐藏自己的一个情绪不安嘛，反而多话就讲很多话然后呢就是多梦啊，或者是睡眠时间很少啊，头晕头胀啊，还有口苦啊这一些症状。那中医方面有什么治疗方式啊？焦虑症的治疗方式呢，跟抑郁症差不多然后呢，除了中药治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针灸啊、拔罐啊、推拿啊、耳针啊，还有一些气功或者是心理疏导的这些方式，都是差不多。那么当然，我也相信在食疗这方面呢，也应该可以帮到我们的。对。所以3个礼拜你就请我们喝茶嘛。所以这个礼拜呢有准备吗？有，这个礼拜请你们喝粥。哎呦，哇，好赞！哇，刚好。哇，太好了！又这个太开心了这个食疗方对，这个食疗方有什么名字吗？
这个粥呢叫做养心安神粥。养心安神粥的组成呢，一个呢就是莲子20克。莲子呢它是有一个健脾益肾、养心安神的作用。OK。另外呢还有龙眼肉，也是20克。龙眼肉呢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作用。最后呢就是我们常用的百合。百合呢也是20克。然后呢，它是有养阴清肺、清心安神的作用。是哦。那米呢？米是用哪一种米？米一般我们煮粥用大米。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吃是最适合？一般来讲是睡前1到2个小时吃会比较好。为什么要在睡前吃？因为1、2个小时以后，这个药性比较容易发挥出来。是药性最强的时候，那个安神的作用会更强。OK。那有没有谁是不适合？小朋友可以吃吗？可以吃。都可以吃这个。有些人会不吃白米嘛，他们换去比如小米补气的会不会好一点？小米也是可以的，看个人的口味。OK。那有一些人不适合吃白米，比如说糖尿病啊，不可以吃米太多。那你糙米也是可以的，糙米的煮的时间要长一点，或者用一些小米养胃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有没有加冰糖？加了一点点。一点点哦。因为我觉得味道非常的清爽，是淡淡的甜味，还有龙眼肉，就是有点嚼劲。可以看得出一向很喜欢哦，都不讲话，都一直在吃。对，味道怎么样？很好吃啊。OK 吗？我还第一次吃过甜甜的小甜甜的粥。OK， 吃完了。哇！我现在知道为什么睡前2个小时要吃。为什么？因为你吃了哇，你真的觉得哇，今天一整天好圆满，就很暖心，很暖心，真的。加那个莲子，我觉得就有一个层次感。对，有一个咬劲。对。那除了我们吃的这个食疗哈，有没有什么自救的方法？我们呢除了食疗以外，我们还可以按摩一些穴位。上一期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按摩头部的穴位，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讲一个就胸口的一个穴位。那胸口呢有一个叫膻中穴。膻中穴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线的地方。这边有一个穴位，这个膻中穴啊其实是一个开关，一个气的开关。就是你按了以后，你的气打开了，气顺畅了，你的胸口闷就会好了。其实这样按应该蛮酸的嘞，可以试一下，蛮酸。是膻中穴呢，它就有一些宁心神啊、活血化瘀、宽胸理气的作用缓解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啊，效果是非常好的。那我们一般按摩呢，可以用我们的拇指，或者是用我们的中指按在穴位上然后呢可以顺时针的按100次然后逆时针的按100次，对，两乳头中间这边这里这里 OK 对，我们拇指的力会比较强一点，是按上去的痛感会比较强一点。那如果说你觉得太重了，那你就用中指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按感觉手指按一个接触面太窄了，那你怎样按呢？你就用我们的手握空拳，就放在这边这样揉也是可以的。大概几次呢？可以顺时针100次，逆时针100次。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穴位比较敏感，它的感觉是蛮强的。对。所以这个力度要从轻到重。就等你轻轻的按了适应了以后，你再按重一点。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哈，大家可以继续按压你们的膻中穴。那回头呢，我们了解呢这个焦虑症跟抑郁症的治疗方式。医生，在这个西医的治疗方面，抑郁症跟焦虑症有很多相同之处，是吗？对的，他们是很多相同的治疗方式，因为都是跟我们大脑神经递质有关系嘛，是一样的神经递质，比如说血清素。所以在药物方面呢，我们基础的治疗之一呢，就是以那个 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s 或 noradrenergic serotonergic reuptake inhibitors 来做出治疗。那这个药物呢本身它是会帮助平衡血清素或者是去甲肾上腺素的神经递质。OK， 那这些药物的原理是什么？这个药物呢，它其实是阻止那个血清素的再摄取。我们发现忧郁或者焦虑的时候，大脑的发炎体会比较多。那血清素的平衡化会消除这些发炎体，那大脑才会进入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思维、情绪才会变得更健康，变得更稳定。我是想说，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好一点，我能不能一次过就不要吃药？
所以药物呢，最好是不要自己停哦，因为有所谓的停药综合症。所以当你停药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所以最好让你的医生帮你，就是慢慢决定决定，然后减少那个药，缓慢的停会比较好一些，比较安全一些。药呢，一开始服用它就有作用吗？还是它需要服用多少时间？它不会马上有作用的，所以需要2到4个星期才会有作用。OK， 我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一些病患他们是可能太激动了，心情真的没有办法，你需要情绪也好，对，你需要开一些比较强的，比如说镇定剂这种。对，会有的。镇定剂呢，它其实是属于短暂的用途啦，因为可能成瘾。反而是镇定剂会上。对，所以镇定剂是通过加强大脑的那个 GABA 原体啦，帮助镇定的一个作用。那长时间吃的话会依赖，也有耐药性然后停止的时候也有戒断的一个症状，所以建议只是短期之内用，而且要在医生的引导之下啦。那医生，我是有听说过，有一种药物它是碰鼻子的。我们有一个这个药叫做 esketamine， 它是用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它所以是这样子握然后这样喷上去啦。那药物是会影响到那个 NMDA 原体。导致快速的抑郁症的一个进步，甚至于可能在24小时之内就看到一个进步。它是每个星期要喷吗？如果它对药物没有起作用的话，暂时性有时候我们要连续喷，带回家喷。大概不是，这个是要在那个诊所，在医生的观察之下喷的。不可以带回家，不能带回家的。那我想请问一下的，就是说，那心理治疗是一定会用的治疗方法吗？对我来讲，我一定会提倡心理治疗，因为我觉得它是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啦。那当然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认知行为治疗法。这个是通过改变你的负面思维模式和行为来减少抑郁和焦虑的一个症状。是那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也有一个叫做正念疗法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训练那个正念冥想，帮助患者关注当下。减少对以前的那个焦虑和内疚，这个可能是一个团体的治疗，也可能是一个个人的治疗。这个比较适用于就是轻到中度的抑郁和焦虑症的患者。是。那一般上你治疗你会用到催眠法吗？催眠常常会病人会问到啦，可能病人自己要求。对，因为可能电影看得太多了。可是催眠治疗法呢，其实证据是不足的。所以不建议作为首选治疗。可是它对于就是帮助了解潜意识的一些问题可以帮助一些放松这些其实还是有一些帮助的。这样子还有什么其他的疗法？对，我们还有所谓的人际心理治疗啦。所以有些人呢，他们明显有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改善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是会有帮助的。我本身比较偏向的是一个叫做行为激活。因为很多时候你抑郁的时候可能就在家里根本不想出门，甚至有些病人就躺在床上，然后甚至于是没有活动，所以我们想就是让他们慢慢的走出来，教导他们一些方式比如说先可能花个5分钟去散个步，在增加他们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去跟外界接触更多的社交，这样子对他们的身心也会有一个显著的帮助。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这个医师也提到这个中医有这个心理疗法，那和西医的有什么不一样？中医所谓的心理疗法和西医是大同小异的。那我们中医呢，就大家都知道注重修身养性。那我们呢也是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幻想就刚才那个林医生讲的那个冥想，它呢就可以舒缓那些紧张的情绪跟一些焦虑的情绪。然后呢，还有呢，就比如说做自我肯定，就是说如果你焦虑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没有问题的，我能做到的，我可以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深呼吸，深呼吸呢，它可以缓解、稳定一个暴躁的一个情绪，放松我们的身体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音乐疗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禅音或者是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音乐来放松我们的情绪避免呢我们心情呢过度的亢奋。那当然，我也是有听说过西医还有一些终极疗法。对，当然传统的治疗方式不佳的时候，没有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其他的治疗方式比如说 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它是一个非侵入性的脑刺激技术，改善忧郁症。它无创无痛所以适用于就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反应不佳的时候的重度抑郁患者。还有就是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这个是一个很有效果的治疗严重抑郁症的一个手段。
通过电刺激大脑，引发短暂的那个癫痫发作。哇，适用于对药物治疗无效的一些重度抑郁的那个患者。尤其是当他们有严重的自杀倾向，或者是说拒绝进食的时候。哦，那医师你们也有用针灸，对不对？对，我们针灸治疗焦虑症呢，一般呢我们是根据辩证嘛，哈，根据辩证，然后根据一些经络来选择一些针灸的穴位。比如说呢，我们可以针灸一些心经或者心包经的穴位。那心经、心包经的穴位呢，它可以调理我们的心神，然后呢缓解这个焦虑的症状。还有呢，肝经的穴位，它可以疏肝解郁，然后呢平抑我们的那个情绪。我们可以通过针灸督脉的一些穴位来调和我们的阳气，疏通我们的经络。还有呢就是一些经外奇穴，经外奇穴就是一些在头上的四神冲穴。那除了头以外，刚才我们也是讲心经、心包经的穴位，它有一些在手上，有一些在脚上，就是全身都有一些穴位，对，可以有宁心安神、疏肝解郁的作用。OK， 了解哈。那么在这里呢，最后这个医生跟医师有没有给最后的这个忠告或者要补充的嘛？我们接受治疗后，很多病人都会康复嘛，可是也要讲到就是复发和预防嘛，不要自己中断治疗然后很重要就与朋友家人保持联络参加多一点社交情感上的支持和帮助是会有助于就是避免复发。还有呢，就是要注重一些劳逸结合。就是说不要过度的劳累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在睡觉前不要去看一些电子产品要保证一个优质的睡眠。还有呢，就是在喝酒咖啡因的摄入方面呢，还是要控制。那最后这个玉香，你有什么重要的事项是要传达的吗？最重要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对劲的时候，一定要求医啦。是，然后要跟家人说。是。另外一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这样子的情形的话，你有机会的话，多聆听他们要讲的东西，就让他们讲出他们心里的不开心，或者是心里的痛苦。我觉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还是要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啦，然后就是心存善念的过每一天，然后对待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因为毕竟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说不定就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苦战，是，所以今天也要很感谢我们的嘉宾啦。对，要谢谢我们的林医生，还有陈医师，谢谢你的分享，谢谢玉香，还有 Jasper 赛雨涵，谢谢。好，所以呢，记得大家呢继续跟我们一起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下次见，拜拜。